能讲一下游乐场有特殊技能的僵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姐。不得不说一下，这一次更新啊，官方真的是很用心，不仅更了2种新植物，还一下子更新了一整个系列的僵尸，而且还有僵王，并且呢，有特殊技能的僵尸还挺多。那这一期视频，咱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些新僵尸，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绝活。首先呢，来说说虎僵4兄弟。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殊技能，但是大家仔细看啊，他们的长相、服装、配饰，包括鞋子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大家来回想一下，其他世界的虎僵是不是都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？再看这次更新的游乐场系列，路障都是小丑的形象，铁桶大哥都有了胡子，就连咱的旗帜大哥都会上帽子了。接着呢，咱来介绍一下小鬼僵尸。这个系列里一共有2种小鬼僵尸，一个是巨人身上背的，一个是小鬼炮发射出来的。大家来想想，还有哪个世界是拥有多个小鬼僵尸的呢？咱们先来看一下巨人身上背的双胞小鬼，看着像个连体双胞胎，但是当他受到一定程度伤害时，就会掉一只手臂，然后会分裂成2个单体小鬼，分布在相邻2路。这个和滚筒被打碎时蹦出的小鬼是一样的动画，虽然是分裂而来，但也符合小鬼僵尸的特性。紫罗兰会直接把它变没，吃了小鬼绿梨会直接嗝屁。那这个双胞小鬼啊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是2个头2张嘴啊，所以在啃植物时要比其他小鬼快很多。哇，这对于玩家来说倒不是一个好事儿。如果巨人直接把它扔到后面第3排，那可就糟糕了。游乐场小鬼，这可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小鬼僵尸，因为它是有防具的。之前呢，咱让他和所有小鬼僵尸来对战了一下，结果只有律师小鬼打败了他。虽然他这么厉害，但是咱秒杀小鬼僵尸的植物对他依然好用。那他到底有多强，有多抗揍呢？咱拿他和铁桶僵尸做个对比，大家就一目了然了。输出铁桶僵尸比他先挂掉，他比铁桶还抗揍。这个小鬼炮呢，和海盗港湾的小鬼炮可不一样。海盗港湾那个是可以持续发射，而且最后还来一次爆发。那咱这个炮里就只有1个游乐场小鬼是一次性的，他在进场13秒会发射小鬼，然后自毁。这个小鬼也可以被咱们的3叶草直接吹跑。再来说一说这个研磨头僵尸，它的头盔啊有防御作用，相当于是4级头，里边呢还有只猴。当头盔被打掉时，猴子就会跑出来，速度那是相当的快，和僵尸鸡啊、冰鼬啊一样。不过呢，这只有1只猴，不像冰鼬和鸡是一群。那猴子啊，它也是小动物，所以呢会被水仙花给吹飞，也会被一品红给秒杀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当猴子在遇到植物的时候，虽然它的动画是拿茶缸子在砸植物，但其实是吃，从巴豆就可以看出来。喷火僵尸，它胡子上啊有一团小火苗，当遇到植物时会喷火，跟葫芦娃似的。它这个小火苗对大部分植物是秒杀，但对于防御值高的植物，比如说坚果类就不能秒杀。那它胡子上的火苗是可以被寒冰系植物灭掉的，这个放得太巧了，正好赶上它吐火的时候给它冻上了。寒冰系植物是灭它胡子上的火啊，并不是说灭它吐的火。大家看，它胡子上的小火苗已经没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伙伴们，火把僵尸的火被灭掉之后，还可以被火系植物点燃。那这个喷火僵尸的胡子能不能再被火系植物点燃呢？选择会的请扣1，选择不会的请扣2。并没有被点燃，并不像火把僵尸那样是可以重复再利用的。那只要灭了他胡子上的火，他就不可怕了。高跷僵尸拥有1双大长腿，这可以使他在大多数植物上行走而不受阻拦。就连高坚果也休想拦住它吃脑子里脚步。不过像地面植物、地刺啊、钢地刺啊这些还是会对它造成伤害的。那它还有一个非常牛皮的技能，就是和3爷一样，免疫原始豌豆的击退效果。真是高手。但是一旦把它的高跷打掉，那它就和其他普将没什么不一样了。原始豌豆的击退效果对它依然好用。Nice。这个魔术师咱可得好好说说他。他有2样法宝，一个是头上戴的礼帽，一个是手里拿的魔杖。通过魔杖可以像自己甲那样去瞬移其他僵尸，
比 Z 甲厉害的是，它还可以传送自己。那大家知道有什么脏尸是它传送不了的吗？第二个法宝是它的帽子，里面呢有鸽子，就跟海盗船长的鹦鹉一样，可以去叼你的植物。不过海盗船长一回只能有一个鹦鹉，而他有好几只鸽子。不过这些相比于最后一个技能都不算啥，他最厉害的是免疫魔法。What？ 这些魔核家族的植物在他面前通通失灵了，缩小紫罗兰也不工作了，吃了魅惑菇也不魅惑了，就连衰禾家的豹子菇都不攻击他了，你敢信？金缕梅的大招啊，压根都不管用，超能花菜想放的大招压根放不上。还有藏红花，平时多爱管闲事儿啊，如今也只能顺一个鸽子了，还被叼走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就连逆食草都拿他没招，都瞬移不了了。人家治愈者和美杜莎也免疫魔法，但人家也没说免疫逆食草啊。就这技能，你说谁受得了？就算魔核来，他也没招啊，干脆魅惑不了。最后呢，就是这个大力士巨人，他除了背了一个双胞小鬼，那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了。那以上这些啊，就是游乐场系列的脏尸介绍。大家认为哪个脏尸的技能最厉害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喜欢看本期视频的小伙伴，欢迎来个点赞加关注。那我们下期见。